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各位回到你宝贝的指甲频道。这期特别的事情是要讲健甲处理案例。我们看荧幕上的指甲，左边是第1周，右边是第86周。哇哦，86周，哇，改变真多啊！对啦，可是86周应该会吓死大家。不过还好，这个例子有前面一点点的照片，来看一下。左边是第1周，右边是第25周。其实25周就有一个不错健康的一个样子了。好，放大来看，虽然第1周的时候长这样，哇，指甲非常的不好。然后呢，后来到了第25周，变这样。后来这双手的主人想一想之后，觉得继续啊，所以到了86周变更漂亮。那么如何变这么漂亮的呢？当然是什么？客户的努力啦！你以为我要讲什么？好啦，我是要讲指甲矫正计划啦。我们会使用矫正型的人造指甲去保护你的指甲，然后只要客户来准时修补，我们就可以一直不断的微微的往前进步，并且只有一个万用膏，认真擦，一天擦10次，把你指甲周围的皮肤顾得好好的，这样子进度才会快，才有可能迈向完美的境界咯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这个例子特别的地方，那就是健甲处理，健甲型凝胶。熟悉我们的观众看到健甲处理一定眉头一皱，那是什么东西？好，基本上健甲建立指甲，就是建立指甲基本的结构。那另外一种健甲的说法是说健康的健，那是指让指甲变健康。原则上来说啊，其实它就是问题指甲的矫正跟处理嘛。好，把脆弱的指甲变健康，然后并且把指甲的形状变正常。好，这就是所谓的健甲处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左边一开始它第1周，其实它甲床外露非常严重咯，我们就把它变到第86周，哇，非常漂亮的健康指甲。在健甲处理的时候，严重的状况会使用健甲水晶，比较不严重，来调整指甲形状的时候会使用健甲凝胶。其实它就等同于我们矫正型的人造指甲。那为什么要特别为客户来解说这个部分？那是因为有客人搜寻健甲，就没有找到你宝贝，跟我小小抱怨了一下。好了，那我们就把这个关键字做起来，好，让您搜寻健甲的时候就可以找得到你宝贝。不要再骂我了，拜托拜托。好，来台中男生案例，他是来自于台中的朋友，好像你在高雄读书，所以说他是属于台湾到处跑，很辛苦。为了矫正而来台北做处理。通常来说，外地矫正的客户指甲改善的状况会比较好。因为很辛苦才来台北做一次矫正，所以当然保护的比较好。另外，因为这个例子他是男生，男生的新陈代谢比较好，那指甲恢复的状况也会比较快。重复矫正的经验，这个例子比较特别的事情是它总共有1周、第25周跟第86周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第1周是矫正之前的照片，第25周是他首次矫正。矫正完之后呢，他就决定先停一下，后来觉得又不行。想要更漂亮，所以来加强矫正，而到第86周再看一次第1周到第86周的照片，可以发现从第1周到第25周指甲变健康其实是比较快的，可是从第25周到第86周要变完美却花很久的时间。所以这也让各位知道，要变健康比较快，要变完美需要比较多的时间那时间是不一样的哦。健甲处理前状况，这是一个细心打扮，而且打扮非常合宜的一个男生文质彬彬的男大学生。那他本身天生他指尖的皮肤就稍微比较干燥一点点，可是原则上来说还算健康的状况。之前有一个长期抠咬指甲跟指缘的坏习惯，所以让指甲越来越不好。在我看来我觉得就是来自于心理压力比较大。第1周他的指甲很短，所以有甲床外露的现象，然后指肉也肿胀，然后导致散形，然后也有导致严重的飞甲。我们特别用侧面来拍，各位看得出来它有一个指甲往上翘，一个飞甲的感觉。好，来看一下第1周这是第1周处理前的状况。好，水晶指甲健甲。初期指甲太短的时候，我们会采用水晶指甲来做健甲的动作，延伸出一点点的人造指甲去遮盖外露的甲床，遮盖外露的指肉，去协助甲床赶快往前生长。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左边这张图，前端一点点半透明的水晶，那个就是水晶指甲。所以我们再看一眼第2周的指甲状况。好，健甲型凝胶时期。以这个例子来讲，第4周的时候，它甲床还不算完整，可是由于它交通很远，时间也不固定，所以可能回来的时间没有这么快，所以说我们只好把它改成凝胶指甲。
好，采用健甲型凝胶，为了关键字喊一下健甲型凝胶。好，我们用健甲型凝胶来调整指甲，保护指甲，好，来帮它处理它的问题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第4周它指甲的状况，然后之后，火速进到第8周，哇，指甲长好多，改善很多，男生真的很快。第11周，第19周，好，非常不错。健甲处理暂停，在健甲第25周的时候，它指甲状况已经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了啦。原则上来说，它符合大多数人的审美观，觉得应该还 OK 了。这个时候，客户决定先来做卸甲的动作，要暂停健甲凝胶的处理。看一下它第25周卸甲之前的照片，再看一下第25周卸甲之后的照片。以装手来说，它其实已经算不错了。可是它甲床其实可以再长一点点，然后它的指尖呢还像大拇指，偶尔还有点撞击的地方，然后甲型也可以更漂亮，所以这是当时留下来一点点小小的遗憾。重新做健甲凝胶，在经过卸甲之后，又隔了8周2个月之后，我们又看到这个客户了他又出现啦。那我们观察他的指甲，发现他其实来自生活上的破坏变少了，因为开始注意不要撞到指甲了。可是他的扇形有稍微多一点点。然后它的甲床可能因为没有人造指甲的保护，所以说并没有持续性的往前延长，所以客户决定他要继续来做健甲处理。第33周健甲重新开始之前的照片，那我们判断它甲床可以再延长，它的扇形可以再更细。我们来看35周，35周一看就觉得，怎么指甲变细了？因为有人造指甲的一个调整力道，所以指甲稍微细一点点，这就是调整的功力咯。好，41周，进步了不少。53周，哇，又进步一点点。好，再下来就到66周。我觉得到66周的时候算是一个关卡，因为那时候他的指甲已经很长了，这时候指甲已经迈入一个已经算是长指甲的状态，所以它的保护跟它的照顾需要更用心、更努力。好，那到76周，76周就有一些前端的撞击跟凹折，因为指甲太长了。健甲成功的指甲。好，重新矫正第2次之后，第86周终于达到客户满意的程度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荧幕的左边，这双手即使以女生的标准来说，它都很漂亮；以男生的指甲来说，那就真的很棒了。这样子的指甲，一般男客人是很难做到的。好，通常都跟我的手一样，丑丑的这样子。那我们看到86周卸甲之后的状况，非常的漂亮哦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侧边，漂亮。好，大拇指，好，都是一个很不错的状况。追求指甲完美很难，好，指甲完美很难呐。像健甲这个流程就像考试一样，达到60分及格是很简单，可是追求90分却很难。所以说指甲变健康比较快，但是要迈向完美则需要花很多的时间。所以再来看一下，它从第1周25周跟到86周，好，25周的时候变健康比较快。86周的时候就变完美，需要很久的时间呐。那我们直接抽出第1周跟86周来对比一下。好，男生矫正真的比较快，好，而且它是远距离来做矫正的，所以成果也比较好。再来是保湿超重要，他也很认真维持。然后在卸甲之后呢，当然还要继续做好保湿不要荒废哦。这样子才可以让86周辛苦矫正成果能够继续维持下去。问题之家矫正计划，指甲能够变得这么漂亮、这么厉害的计划是什么？指甲矫正计划。好，最重要的就是客人要来我们妮宝贝做指甲嘛，配合矫正型的人造指甲，以及指月跟万万膏，认真的保护、认真的维持，让你的指甲能够越来越健康、越来越好，最后奔向一个完美的境界。好了，今天到这边，拜拜。